我们今天要去拍那个朋友的佛牌店，就是有印象的朋友应该有，就是应该记得上次我们有带阿威去挑佛牌，对，然后因为那一集就是没有很详细的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我朋友的佛牌店嘛，然后那我们就今天刚好有时间，然后姐姐也有时间。就是我的朋友啊，我都叫她姐姐。那她是就是在泰国定居，因为她老公是泰国人，对，现在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，不晓得她女儿今天会不会去。对，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呢，我的频道是做关于泰国夜生活，然后夜生活攻略，以及 Chris 在泰国的算是日常生活的记录。那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对，那我们就待会佛牌店见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到那个姐姐的店里啦，然后先带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姐姐的店的环境。OK。我们今天当然是因为就是想要问一下，就是姐姐开佛牌店也一段时间了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时间可以一起来拍。那就是那我们先了解一下，就是姐姐为什么你想要在曼谷开佛牌店？首先呢，我是学泰语专业的，对。我在这边上了本科，然后也研究生毕业了，对。然后呢，就在这边时间比较久。首先，我对佛教啊，对佛牌比较感兴趣。其次呢，我找了一个泰国本地的老公，泰国人，他呢也是做佛牌的嘛，做佛牌商，所以呢也就跟着一起做佛牌了。OK。那姐姐，你开佛牌店多久了？大概有3年了。三年？那你老公是经营佛牌店多长时间？肯定超过3年。超过3年哦。泰国人嘛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在开店之前嘛，也会去做其他的一些跟佛牌相关的，没有开店，但是有做其他相关的。哦，OK。姐姐，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，什么样的人会想要来买佛牌？其实佛牌可能在华人圈子里面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事情，对。但是呢，在泰国本地，以及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这些是很流行的，因为大家很喜欢佛牌，对。特别是泰国，大部分人都是信佛的，从小也耳濡目染，然后也很喜欢去研究佛牌。买佛牌的人大概分为2类，对。第一类呢就是，真正懂佛牌的人，收藏家，他喜欢。买佛牌，对，一方面呢是去进行买卖，然后进行收藏，对，进行自己就是使用，还有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等于说是新接触的，他想要用佛牌里面的这些功效、这些法术来帮助到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基本就是这2类人。这2类，那因为姐姐刚才你有提到，就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，是说那边的人也会买佛牌吗？还是，所以？佛牌这个其实不只是在泰国，包括像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其实也会有类似的店家，对吗？对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佛牌文化还是挺浓厚的，大家都挺喜欢的。特别是马来西亚哈，它是和泰国南部是连着的嘛，像以前的龙婆托，以前相传是在马来西亚去进行过。建庙进行过讲法，就在那一片游走的，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龙婆托。再一个就是位置比较近，大家也经常过来。像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可能会比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稍微晚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最近也是流行起来了。对。就大家真的遇到困难，或者是想要有玄学方面的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来寻求佛牌的帮助，然后。请到过好的佛牌，对自己有帮助之后，也会去传递给更多的人，他自己也会越来越多的来恭请、来收藏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姐姐你的店是只有在现在我们这一间吗？还是有别间？我们这间店的话，位置是在邦斯 Junction Shopping Mall， 在甲都甲对面，也叫做红楼，以前叫做滴滴 Mall， 2楼 A 区2A122，我们叫做17 Amulet。
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柜台，不算店了，一个柜台在探梯2楼G68，也叫做17 Emulate，我们家的 logo。哦，就是招牌是一样的。对 ，OK， 一个店名。好，那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请佛牌的话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第一次选佛牌的话，你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功效。对。因为佛牌大致就分为几个方面，一个呢就是平安健康、财富正偏财，一个呢就是姻缘、魅力、爱情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贵人、人缘这些，还有其他一些附加的，比如说防小人、挡鬼、挡煞等等这些。其次呢，就是你需要知道你的预算是多少。对。佛牌很多很多，然后价格区间的话，几百、几千、几万，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、上千万都是有的。对。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能够承受的预算，或者是想要的预算是多少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预算内，根据你的想要的功效来按照眼缘选择。对。因为泰国人相信是佛牌选人，不是人选佛牌。当你被选中的时候，你会第一眼就非常喜欢那一块佛牌，就感觉就是被吸引住了。就无论你，比如说今天看到了，你没有恭请，但你回去之后几天还是会想要恭请它。对。这个就是佛牌选人。一般你恭请回去之后，对自己的帮助是挺大的。对。就主要是这3方面。姐姐，因为刚才你有说到，就是价格区间其实很大嘛。如果我今天买越贵的佛牌，是越有效吗？还是？没有这个特定的说法，没有这个说法。对，那它这个价格就是取决于说它的可能故事性，就是可能买回去的人的亲身经历，或者是说师傅相关的，比方说可能师傅比较有名，这方面来决定它的价格吗？你说的这2方面都是比较重要的因素。对。因为决定佛牌价格有很多种因素，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我大概说一下。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Google 啊，这些都有在讲。佛教里面是没有像这样的佛牌的，但是呢，这些佛牌它里面是有法术，是有功效，这些功效法术它是来自于本土的。这些法术、这些法力 magic 这些东西，所以要看这个师傅他自身的法术修为、法力修为，然后呢要看年份，当然同一个师傅他一生会出很多期牌，对，可能新的年份相比老的年份就会便宜一些，但是呢也不能完全这样决定，因为有的师傅他是分着一生中有那么特定的几期，对，会比较贵，因为佛牌真的很多内容，就大概是这样讲一下。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就是它的价格其实决定的因素真的非常多。那我们 sorry 还漏了一个，就是材质。对。因为我们家大部分的话是泰语叫做丁青铜，就是泥土、粉质，还有就是这种锡铅、银这种比较老的佛牌里面的材料，那像其他的那种硬币类的、金属类的佛牌，它是分为金、银、铜，还有混合材质这些的。金肯定是最贵，银又其次，然后铜又是更便宜的。当然混合的话稍微又比铜贵一些。建佛牌的时候，它也会是金可能就只建个几尊或者10几尊，银又建的多一点，然后铜的话就会非常非常多，铁的话也会非常非常多。对，就是按这些来决定，以及你刚刚说的，就是经验。对，就比如说，你比如说最近的例子，旁边那个瘫掉的大楼死了200个人左右，建筑工人，地震压死的。但是呢，就有人从里面出来没有事情，因为他就佩戴了龙婆托的资生像。然后有个缅甸小伙子，他也是带了有一块特定的佛牌，大家感兴趣可以搜一下。他在22层那个阳台那儿，楼塌下去，他以为他自己可能死定了，但是他活下来了。唯一的就幸存者就只有那么几个，基本他们都是带着佛牌的。
对对，那就是看这一期佛牌它的这个显灵事件多不多，大家这个真实的经历多不多，你比如说成龙带着龙坡培的自身像龙坡培的重叠，从那么高的楼拍戏摔下去，没有丧命，只是骨折了几处，它都是有联系关联的。OK， 姐姐，因为我看你自己有带佛牌，就是你自己的这块佛牌有什么故事吗？我自己现在带的这块的话是龙婆神尼的彩龟，雪造石是红色的，当然它有其他的颜色。对对。龙婆神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师傅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士兵，就非常的嫉恶如仇，后面呢去出家了，他本来只是打算出1个季度的。但是呢，他去不停的去学习，去游走，去学习法术，等等，后面他就一直出家下去了。就是他的话是很神奇，就是他的鳄鱼，他当年在寺庙的时候有一只很大的鳄鱼，他去哪里都跟着他。对。那个鳄鱼还在寺庙里面就做成标本，供大家去参拜。对。除此之外呢，现在已经是第3条鳄鱼了。那只大的叫做屁童，就是金哥，离世以后又有一只它也离世了。现在最小的那只叫做新年，叫做逼买，就在龙婆神尼的寺庙池塘里面。对。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了解。然后这个神龟我比较喜欢呢，是因为神龟你看这里面我放了一点那种加持过的人缘油，不是有邪门的，就是正常的人缘油。佛日去唱诵经文的时候，它是会转动的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看它的油的清澈浑浊程度。如果这段时间很清澈，那就说明你的运势或者你做的决定，你整个的状态都很好的，都是积极的。但如果说，你这个油它浑浊了，那你要多加小心。对。有一个客户真实案例，就是他请回去之后，他说，怎么跟我刚请来的时候那个清澈程度不一样了？里面会有一些浑浊的渣渣呀，会混掉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质量不过关是什么的？我就说，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去做功德。对。他说他这段时间怪事频频，总是梦到一些人从他面前跳下去，跳楼，梦到他过世的奶奶，就很恐怖的爬到他床上跟他面对面。哇。他整个人就很不顺，然后很害怕，人心惶惶。对。我就说你快点做功德，这种事情一定是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。对。你做功德看能不能来得及补救。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功德。第2天早上他就给我发消息，他说，姐姐，我意外怀孕了，但是由于我职业的特殊性，我不能要这个孩子。天哪！对。姐姐，那我们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看你的店里有蛮多古曼童的，对，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养古曼童？因为古曼童在华人圈子这个印象里面，一听到就觉得会闻古曼色变，就觉得你在养鬼。对。但其实他说这种话的人呢，是他自己没有去养过，然后也没有亲自就好好的去研究。其实古曼童和小鬼是不一样的。对。因为古曼童它是寺庙，因为泰国所有人他的生老病死都是和寺庙相关的。对。他死了之后也要去寺庙去焚烧，有的人他也就把骨灰放在寺庙里了。对。那古曼童的选择它是有特殊讲究的，它都是要选择特定在星期6去世的小孩，然后星期2焚烧的，这样的灵魂才是最佳的做古曼童的灵魂。但是这些小孩呢，他都是比如说夭折啊，或者是不幸离世啊，各种疾病灾难什么的。龙婆呢就会每天给他加持，给他净化，然后让他来到古曼童的这个模型里面。对。他就变成了一个小天使，一个小和尚，所以他会心甘情愿的来帮我们。当然呢，你供奉的话也有一些特定的要求，比如说不要供生肉，不要供生的东西。答应
呢，他什么就去还愿给他，就是你不还愿也不会怎么了，他不会去害你，不会反噬，只是说他可能就不理你了，因为小孩子嘛，你骗他一次他就不想理你。对，对吧？然后他也是小孩子，你跟他求彩票，有时候他会告诉你，可能他。因为所谓说的彩票中心排队的神仙很多的都在打架去拿到那个号码，那有时候他排到了，他可能会托梦告诉你，因为我的古曼童就托梦告诉我过彩票号码。哦，对，他会告诉你，但有的时候他也抢不过呀，那么多神仙，那么多人在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是个小孩子，按照能力去做能做的事情。哦，对，小鬼的话。是那种黑鸭赞制作出来的，对，它里面不一定是小孩子，它里面是男女老少，什么样的都可能会有。对，你不知道你供的是什么，然后你如果不去满足他你许的东西，那你会被反噬。哦，小鬼就会反噬。对，阴的会反噬，但是所谓的正的古曼童它不会反噬。就古曼童你养得好啊，你就会养得越来越多，因为确实是帮了你很多。我一开始只养一尊的，到后面越来越多，而且古曼童它会叫朋友一起来。你看我柜子里面的古曼童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因为他喜欢热闹，想要叫很多朋友一起来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刚刚姐姐提到的古曼童啊。对，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店里找姐姐。那姐姐像你养古曼童啊，你有什么亲身的经历吗？其实有很多的，因为一方面是我自身的亲身经历，大概是2、3年前了，就是他半夜出现在我们睡的床头那儿，穿着他的黄裤衩子，很白很胖，然后很可爱的坐在那儿。然后其他的嘛就是第二个这个骑牛的古曼童。非常非常厉害，他给我托梦很多次。第一次的话是我们搬家到这个店附近，对，在那个新房子里，第一天晚上他就给我托梦，就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就说妈妈，我不想要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我想回到店里。如果你把我带到店里，我会给你带来很多客人的。对。然后第二天我就不敢带妈妈，就马上把它放到店里。结果那天开了3个大单。就是这个骑牛的古曼童，他第2次托梦的话是那段时间我的经济压力比较大，因为开实体店嘛，会遇到一些现金流问题，对，我特别焦虑，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和这头牛叫做快坦努，它的名字叫做蹦干，就是保护的意思。对。来到我梦里就说，妈妈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和蹦干这只牛啊，能够打破这些困境，能够击退这些竞争者，你最后能够胜利的，不用担心。果真不久我又活回来了，我生意又活回来。还有最后一次的话就是，他托梦告诉我彩票号码，虽然中的不多，但是就小中一点嘛。还有最近的一次就是我的朋友他在建筑公司上班，因为这个工地问题，有人就意外身亡了，但是一直就索赔不下来，对，保险公司还有政府就有很多障碍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了，他就说他那个求的时候是6月1号，他说希望在6月5号之前把这个事情全部处理掉，能够批准下来，不然他领导对他承建非常大，这个工作有点难保。所以他就在跟我求，那我说那你跟这2个求吧，就看着很机灵很聪明的，对，就求了，然后就是在6月5号那天早上，他就说太神奇了，全部顺利批准下来，而且还是政府人员打电话主动联系他的。天哪！因为他许的是给他们买2个大玩具车，还有2套 KFC。龙婆岩古曼童最喜欢 KFC，所以他就准备了这些，在我朋友圈还有我视频里面都有出过。对，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客人想要做琴匠的话，可以找你吗？
我不建议做琴匠，也不接受做琴匠。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琴匠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对。我们跟随的那位白衣阿赞，叫阿赞尼勇，他给我们系统的解释过，琴匠它其实是黑魔法，是属于阴的法术。在传统古代的时候，它其实是要用很多特定的物品的，比如说从死人嘴上抹下来的油、唇膏这些来做的。它是需要用到这些鬼魂的，所以无论是施法的法师，还是中间牵线联系的人，还是想要做法的这些人，都是要受到牵连的。当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运势有好有坏，身体有好有差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能量不高或者运势不高的时候，那这个鬼魂就会来找我们的麻烦。很严重的问题，很严重的下场。所以不建议做。所以不要做，不要做。市面上你能见到大部分都是假的，因为真正会做的人，他一方面要承受这个反噬，对，一方面他有很深的修为了。像现在这个年代，你要找到这么纯正的这种法师的师傅很少。所以阿赞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去做这种事情。对，你可以换一种方式，你比如说提高自身的魅力，有魅力提升法式，自身就嘛花香蝶自来嘛，你自己都popular 了，那大家也都喜欢你，你还在乎那个前人干什么，对吧？对 ，OK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听姐姐分享这么多，就是关于佛牌这部分的专业知识。对，因为其实在这之前 ，Chris 我自己也对这方面可能也不太了解。对，所以其实像之前其实有蛮多朋友找到我，就是问我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佛牌啊或什么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非常专业的建议啦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佛牌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，那姐姐的联络方式我会放在这边跟那个底下的资讯栏。对，那如果你们真的对佛牌啊或者是赐福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可以联络姐姐。然后如果真有来店里确定时间之后，可以报 Chris 的名字，那就可以打折。OK。对的，可以打折。打折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。然后老样子，就是喜欢这个影片，在 YouTube 看到，欢迎按赞订阅，然后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。那 Chris 带你看不一样的泰国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